有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原子是物质，但是由一大堆原子组成的人却产生了意识。物质是如何产生意识的呢？这是一个未解的谜题。但是随着科学认知的不断进步，人类距离揭开意识之谜的那一天已经越来越近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噱头，答案就在这几年火爆全球的人工智能。对人工智能的研究会帮助我们理解意识是怎样产生的。今天的话题其实关乎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内容。有关意识的秘密，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要回到1956年年初，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29岁的计算机专家约翰·麦卡锡向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了一笔科研经费。在他的提案中提出了一个创新性的设想，一个听上去就像科幻小说一样的有点荒谬的想法。没想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居然批准了，给了他一大笔钱。于是就在1956年的6月，麦卡锡邀请了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正在研究学习机的马文明斯基、IBM 公司的计算机专家纳萨尼尔·罗切斯特等人一起，在达特茅斯学院开了一个会。在这次会议上，这群人提出了震惊科学界的观点：机器能够产生智能，机器能够进行推理、学习和自我改进。在会后，麦卡锡写了一份达特茅斯会议议案，全面阐述了他们对实现机器智能的看法与建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认为是2个字儿，就是相信。他们相信智能并不是人类独有的，智能这种东西是能够创生的。在1956年，这种想法绝对是超前的，是对有造物主这种想法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达特茅斯会议之后，与会者回到了各自工作的地方，他们建立了人工智能的3大派别，分别是符号主义、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这3种主义其实是实现人工智能的3种不同的路径。我在下一代生命节目里介绍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这里就不多说了。3大主义在很长时间都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关注点放在了其中的连接主义上。为什么？因为连接主义的本质是模仿人类的大脑，它对标的是大脑中的神经元和突触，科学家们称为神经网络。时间来到1980年，日本广播协会广播科学研究实验室的研究员福岛邦彦在《生物控制论》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神经认知机：一种不受位置偏移影响的模式识别自组织神经网络模型》。这个题目太拗口了，简单的说，就是福岛邦彦设计了一种机器，能够识别图像。当时计算机的能力有限，只能识别手写的数字和字母。这里面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计算机是一堆硬件，主板、CPU、内存，这些东西组合起来怎么能够识别图像呢？这就牵扯到图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了。这是一张我拍的照片，如果我们把照片放大，会看到一个一个微小的像素，每一个像素都是一个小方块。小方块为什么能组成图像呢？依靠的是不同的灰度，不同灰度的排列组合，最后就能组成不同的图像。其实眼睛看到世间万物和看这张照片的原理是一样的，光从物体反射进我们的眼睛里，被视网膜中的光敏细胞捕捉，这些细胞会将光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电信号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脑，在大脑中的视觉皮层再重构出看到的图像。福岛邦彦做的就是用计算机模拟这个过程，他的设想太牛了。下面我就用最简单的篇幅介绍一下神经网络的工作原理。假设我们来识别一个简单图像，比如说是阿拉伯数字3，这里呢列出了3种不同的手写体。大家可以看到，在像素层面上的确是有很大的区别。数字上的反射光子进入眼睛的光敏细胞后，我们立刻能区分出细节上的不同。因为大脑有一种独特的思考能力，它能分辨出3像2个没有封口的椭圆，与封口的数字8显然是不一样的，然后通过推理得出结论，凡是这种没有封口的形状就有可能是数字3。怎么样用计算机来实现大脑的这个过程呢？首先把手写数字扫描，
得到了一个28×28像素的图像，把每一个像素点对应一个神经元，就得到总数784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标记为0到1之间的一个数字，0代表最黑，1代表白色，中间的灰度用不同的数值来表示。这784个神经元构成了第一层，称为输入层，相当于人眼的光敏细胞。然后跳到最后一层，就是得出计算结果的层。假设最后一层有10个神经元，对应0到9这10个数字，这个层就称为输出层。中间的层称为隐藏层，当然隐藏层可能不止2层，这只是简单的示意层。隐藏层越多，代表这个神经网络就越复杂。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从光敏细胞到输出层，中间可能经历了数以亿万计的神经元细胞，就像是隐藏层一样。手写数字存在着一定的模式，比如数字9可以看成一个圈加上一个数，数字8是在一个圈下面再加上一个圈，数字4可以看成竖竖横3个部分。以9来举例，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当9出现时，会点亮下一层认为接近圈和数的神经元。从这个简单模型上看，大概有8到10个神经元被点亮了，然后进入到倒数第2层，确认代表圈数部分的神经元，最终在输出层得出结果。但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上，单从输入层一端进行计算，对这种复杂的非线性问题是很难处理的。怎么办？计算机专家们想到，人脑还有一种特别的机制，就是经验。举个例子，有个成语叫杯弓蛇影，是讲有人看到弓在酒杯中的倒影，误当成了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弓的倒影和蛇有相似的形状，当这种形状出现的时候，经验会告诉我们，这有可能是一条蛇。大脑这种经验机制告诉我们，输出端也会反过来影响大脑对事物的判断。为了更好地处理图像识别，计算机专家们又改进了识别的办法。比如说，让机器识别手写数字2，经过计算，最终机器认为3和6的可能性最高，所以给出了1这个最高分，而真正的2呢，却只给了0.2的低分。这说明机器的识别结果非常的糟糕。这个时候可以通过人来识别，在输出层给出新的权重，手动将2打成最高分，其他的数字都给成0，将这个结果反向输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数学算法，机器就能够自己学会辨识所有类似的手写体2。这种训练方式就称为反向传播。反向传播是现在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做深度学习的一种核心的训练方法。但是让人困惑的问题来了，神经网络通常由多层神经元组成，大量参数之间会产生交互作用，机器的决策基于统计规律，不是人类能够理解的逻辑规律。人类很难解释模型每一层学习到的含义，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神经网络产生的黑箱问题。如果要类比的话，人类的大脑大概有860亿个神经元，神经元通过约100万亿个神经突触相互沟通和协作，形成了庞大的大脑网络。与神经网络一样，科学家们也不清楚大脑这个黑箱是如何运作的。至此，我们仍然不清楚意识是如何产生的，但是人类正在一步一步向着这个千古之谜靠近。时间来到2017年，谷歌的8位计算机专家发表了一篇跨时代的论文，注意力机制是唯一需要的。这篇论文提出的 Transformer 模型为后来产生的大语言模型，比如今天红遍全球的 ChatGPT 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篇文章为什么了不起？就是因为这8个人提出了一种数学上的解决方案，称为自注意力机制。通过这种算法，他们坚信神经网络能够产生出一种类似于智能的东西，能够回答问题。这还是相信的力量。他们同样坚信智能能够创生。前面咱们讲了计算机识别图像，接下来进入到计算机回答问题。从图像到语言是一场人工智能的飞跃。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语言是一个终极的概念。语言到底是什么？人们日常对话使用的是语言，手语也是语言，计算机编程语言同样是语言，甚至数学也是一种语言。比如数学是符号系统，它有结构和语法，它有普适性和精确性，
正是因为数学是一种语言，所以大模型语言能够从纯数学中模拟语言的结构和模式。概括地说，语言是人类用来描述世界的最简洁、最有力的工具。但是语言远不止工具那么简单。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人类不知道的事物，比如说在可见宇宙之外存在着什么，这是无法想象的，当然也就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所以语言实际上是人类思维的总和。我们所有的知识、概念、精神活动、物理体验，全部超不出现有语言的范围。大语言模型了不起，因为掌握了语言的总和，其实就是掌握了所有可描述世界的信息。那么大语言模型是怎样做到理解人类的语言呢？下面我还是使用最短的篇幅来介绍一下。大语言模型的实质是用统计学的方法推测下一个字出现的概率。比如这句英文：迄今为止，有史以来最聪明的思想家是谁？第一步是先把这些单词分解成最小单位，英文称为 token， 用编程的方式让每一个 token 与一个空间中的向量相联系。向量在数学中可以视为在高维度中给出的坐标，每个大语言模型的维度数量是不同的。以 GPT-3 举例，嵌入了12288个维度，在这些维度中，每个单词与其他单词会有空间上的距离，相似的词语在向量空间中会有相邻的位置。比如单词男人和女人，他们之间的距离理论上应该与国王 king 与王后 queen 是相近的，但是考虑在英文中王后与著名的乐队皇后乐队是同一个词，英文的 queen 含义更多一些，所以国王与王后的距离比男人和女人会更远一些。向量不单有距离，还有夹角，表示它们在语义和语法上的相似性或关系。比如空间中有两个点，分别代表了德国和意大利，这时如果输入希特勒，在同样的夹角和距离上，可以在意大利的附近找到墨索里尼。预测会产生很多结果，每个结果都会产生一个概率值，越接近1的代表概率越大。比如这一句：哈利波特是个不寻常的男孩，他最不喜欢的老师是哪位教授？这里面有一些关键词儿：哈利波特、最不喜欢的、教授。经过计算，斯内普的名字得到了 0.78 分，所以机器就选择斯内普作为答案。现在问题来了，刚才给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预测。假如有一部侦探小说，这部小说很长，在小说的结尾提出了一个问题，根据全文推测，凶手会是……此时要想预测凶手的名字，模型就要捕捉每个词的语义和上下文的关系，确保所有信息都被记住并进入计算流程。怎样才能完成这么复杂的工作呢？这就是谷歌八子的开创性创新，就是论文中的这个数学公式。这里面出现了3个量， query 叫查询向量，用来查询当前词与句中的哪些部分最相关； key 叫键向量，用来衡量句子中每个词的信息类型； value 称为值向量，表示句子中每个词的实际内容或信息。这3个量都有大量的参数，经过计算得到一个加权组合。模型会衡量不同章节和段落中的线索和角色关系，逐渐形成对整篇小说的整体理解。所以大语言模型不但需要复杂的数学，背后还需要有巨大的算力支持。无论如何，在科学家信念的加持下，大语言模型真的成功了。虽然目前的大语言模型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人工智能，但是人类已经向创造出智能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以上我使用最粗陋的讲解介绍了大语言模型是怎样工作的。朋友们可能会问，咱们今天不是要讲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吗？怎么讲到大语言模型了呢？其实前面这些全是铺垫，真正有关意识的内容才刚刚开始。我们先要从一个动物实验讲起，时间要再次回溯到1970年，生物心理学教授戈登·盖洛普正在研究动物有没有自我意识的课题。其实在盖洛普之前，早就有生物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了。比如下面这段视频，把食物放在鸽子够不到的高处，鸽子会怎么做呢？
让人吃惊的画面来了，鸽子会把木块移动到食物下面，然后踩在木块上去吃食物。这个画面能够证明鸽子有意识吗？还不能，因为这有可能只是一种吃食物的本能反应，不代表鸽子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怎样才能证明动物有自我意识呢？盖洛普想到了一个非常绝妙的思路。他在1970年设计了一个镜像测试实验。因为那个时候拍视频不容易，没有留下清晰的视频素材，我就使用科学家后来拍摄的素材举例。实验的对象是大象。一开始，大象对镜子表现出了极强的好奇感，它们试探性地触碰镜子，这表明大象在尝试理解镜子的性质。然后，研究人员在大象的头上画上了标记，神奇的景象出现了。大象并没有试图在镜子上寻找标记，而是用鼻子直接去触摸头上的标记。这种行为表明，它能够理解标记是在自己身上，而不是镜子中的影像。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也重复了这个实验，他们使用的是红毛猩猩，在红毛猩猩的前额画上了标记。这只猩猩同样把手放到额头上，它还撩开了额头前的毛发，去观察额头上到底多了什么。盖洛普的实验太奇妙了。这表明很多高级动物和人一样，它们同样具有自我意识。这样看来，自我意识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现象。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从生物的本能反应到初级意识，再到人类完全的自我意识，意识在不同物种间存在着一个阶梯。意识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秘，人类并不是什么神的儿子，我们在宇宙中也不特殊。意识是大脑进化的产物，是神经元之间的放电现象。归根到底，智能是自然进化的结果。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的时候，那些天才的科学家们就认定了人类能够创造智能。70年后 ChatGPT 横空出世。GPT-1 发布的时候只有 1.17 亿个参数，回答问题的效果十分不理想。到 GPT-2 的时候，参数增加到15亿个。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设计者突然发现 GPT-2 自己增加了一个神奇的技能，它居然无师自通学会了翻译。尽管它翻译的其他语言准确性和流畅度都不如英语，为什么 GPT-2 突然产生了翻译这个技能？直到今天也没有准确的答案。到 GPT-3， 参数直接提升到1750亿个，它又展现出复杂的逻辑思维和生成代码的强大能力。GPT-3 创建网站、设计游戏，较为精准地回答问题。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它还具有了模拟情感的能力，可以生成带有悲伤、愤怒或欢快的文本。这些进化都超出了设计者的预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跨越式的进化呢？有些专家推测，很可能这就像从鸽子到红毛猩猩再到人类一样，智能的高低与神经元与突触的规模有关。参数越大，就像神经元越多一样，就越可能涌现出超凡的智力。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还没有自我意识，有可能是因为参数仍然不够多。那么下一代 GPT 会产生意识吗？这个问题现在还回答不了。但是很多计算机专家认为，人工智能产生意识并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它早晚会产生自我意识。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简单的总结一下，意识实际上是神经元通过电信号和化学信号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高度复杂的认知结果。意识不但可以通过自然进化得出，还能通过人类创造出来。如果到这里就是最终结论了，那就太小看意识这个神秘的话题了。有关意识的认知，还有更加令人颠覆的理论。时间来到1980年初，神经科学家本杰明·利贝特做了一个轰动科学界的实验。实验是这样的，利贝特使用先进的脑电图技术来测量大脑的活动，在被试者面前安装了一个时钟屏幕，上面有60秒的计时器，被试者可以自由选择任意时间，摁下按钮。在利贝特的预想中，实验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大脑先做出一个选择，比如在第55秒的时候摁下停止按钮，脑电波会将信号通过神经组织传递到手指上，然后手指再摁下按钮，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但是实验开始后，利贝特立刻被实验的结果惊呆了。
他发现手指摁下按钮的信号居然早于大脑产生的信号，大约在200毫秒之后，大脑才有反应。这个延迟被称为利贝特延迟。这说明在行为发生前，大脑中的无意识过程已经决定了动作的发生。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的行为并不是由意识决定的呢？进而又会提出下一个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意识真的存在吗？时间来到1991年，著名的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出版了《意识的解释》一书，这是一部研究意识的经典著作。丹尼特提出，人对意识的理解可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大脑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就是每一个人的本我。但是丹尼特认为，这可能只是一种幻觉，这个小人儿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意识可能并不存在。所谓意识，只是神经活动和原子相互作用的自然现象。大家认为的自我，不过是原子活动的附带体验。此话怎讲啊？深入的解释一下。我们都知道，人体是由原子组成的，大约有7乘以10的27次方个原子构成。人体内最多的是氧原子，约占身体总质量的65%，其次是碳原子，约占18%，位列第3的是氢原子，约占10%。这3种元素占总质量的93%，其他还有60余种元素，全部加起来只占总质量的7%。除非在特别极端的情况下，比如说核反应、高能粒子碰撞、正反物质湮灭之外，一般来说原子是不灭的。天文学家在宇宙中观测到的氢原子，绝大多数起源于138亿年前的大爆炸。这说明，就算原子会灭亡，它们存活的时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很可能比宇宙的寿命都要长。人死之后，构成身体的所有原子又会回归到大自然，就算身体被烧了也一样，因为物质是不灭的，所有原子的总数并没有变。大概在数百年之后，这些原子就会随着生态系统的循环，慢慢的遍布全世界。我们身体里的原子比地球还要古老，它们曾经是岩石，是河流，是花草，是昆虫的组成部分，甚至我们身体里可能就有组成秦始皇和华盛顿的原子。我们吸进的每一口气里，可能都有历史上某一位名人身上的原子。从这个角度上看，所谓的人其实就是原子不断装配组合的产品。我们过去认为这些产品具有自主的意识，直到大语言模型出现以后，对意识到底是什么，给出了一个过去不敢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假设大脑神经元与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神经元在大脑中形成一个拥有极高维度的空间，大脑所有的思考与回答只是在维度空间中寻找相近的词汇形成答案。我们以为自己的回答拥有意识，其实呢，只是某种概率的选择。大语言模型提示我们，大脑的黑箱受输入层与输出层的影响。输入层包括身体的各种器官，眼睛所见，耳朵所听，鼻子所闻，舌头的味觉，皮肤的触觉，这些构成了输入系统。输出层就是人生的经历、体验，总称为经验。输入层与输出层又反过来影响大脑黑箱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如果这种推想是真的，人的意识其实是大脑中某种算法的结果。我们看的书越多，知识越丰富，意味着提供给大脑的 token 就越多。因为语言的边界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全部方法。一个人能组合的词汇方式越多，通常这样的人就更有思想。这就是大家要活到老学到老的原因。还有的人人生经验丰富，他反向输入大脑的经验就越多，大脑黑箱会通过他得到的经验不断地调整内部参数。这样的人能够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通常称这样的人很老练，很有办法。还有一些人是天才，也许天才的本质就是天才的大脑在某些地方优化得非常好，使他在这些地方比其他的人更突出、更优秀。所谓学识、经验、天才，能不能这么解释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假设我们必须要用词准确，假设这些假想成立，人类就不拥有自我意识。那么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本质只是一个一个行走的大语言模型而已。
当然，以上这些都只是我个人的猜想，可以称为老明狂想曲。但是这些并不是胡乱的猜想。丹尼特认为，人类的自我是大脑活动编织出的一个叙事，而我在他这个理论之上，结合了对大语言模型的理解，继续发展为人是生物化大语言模型的假想。今天聊了很多，最后来做一个最终的总结。意识是什么？这个千古之谜仍无定论。但是我认为，人类可能已经非常接近这个答案了。也许意识只是基因操控下的假象，命运之轮最终会将人类带向哪里？在这里做个预告，卖个关子，下一节咱们接着聊。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关怀与支持。